王爷，姐姐的眼神好吓人。敢吓到如儿，这眼不如挖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好姐姐让你做个明白鬼。其实王爷从未爱过你，真正爱你的人是裴彦川。为了让你活，他给义子下跪，受了剔骨之刑，那场面可比你现在痛苦千万倍。不可能！还有，你爹娘外祖父全死光了，现在侯府我娘说了算，可以消失了。这不是奈何桥，是地狱归来。小姐，您做噩梦了？我还活着，芍药海棠，你们也活着。小姐大事不好，二小姐为您摘河掉池里，世子救她被人撞见，她现在哭着要寻死。寻死？她舍不得。好，芍药，快帮我更衣上妆，要那套赤红长裙。小姐平时不是喜欢素净，说世子爱白衣吗？喜庆的日子自然该穿的喜庆，重活一世，怎能不算大喜？老爷，如儿坏了名节，不嫁世子只能常伴青灯古府，让她去了吧。如儿愿意为了姐姐的幸福去死。琳琳向来心软，若她知道妹妹为她至此，定会伤心欲绝。姐姐，傻妹妹，我是心疼你啊！一株花罢了，知道的是姐妹情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嫡姐刁难你。既然有了肌肤之亲，世子，不如你娶了妹妹吧。你知道的，我这心只有你，我和她之间什么都没有。既然世子不愿强人所难，那便算了。爹爹，既然妹妹名节受损，我记得送肉的王屠夫为人憨厚，不如给妹妹说了这门亲。如儿千金之躯，怎能配屠夫？姨娘高价就相配，怎么妹妹低价就不配？难道姨娘真想让妹妹去死？要不是姨娘嫁给了父亲，按照你的歌妓身份，妹妹嫁给王屠夫那也是高攀了。不愿嫁世子，不愿意嫁，哪怕是为妾。裴安庆，这辈子我要你眼睁睁看着你最想要的一切都落入我手。江二小姐不是死也不愿吗？怎么一听要嫁屠夫，这改口比翻书还快？婉宁，你还要被这两个畜生骗到什么时候？你这演技，也就骗一骗眼瞎的江婉宁。沈小姐，莫要胡言乱语，宁宁会伤心的。她伤心，我看她是被恶捂的想吐。海棠，老爷，夫人，奴婢该死。沈小姐让奴婢潜入二小姐房中，果真发现了这些写二小姐与二世子私通的露骨书信。裴安庆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既然你们早已在一起，又何苦骗我，还自导自演今日这出？你们相爱，与我说好了便是，为何要如此毁我清白？宁宁，你听我解释。姐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侯爷放心，本王曾求过圣旨，未来的琅琊王妃只能是江婉宁。王爷，我们在乎的不是王妃的位置，是宁宁的心。那就请王爷现在就给臣女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允。请王爷同意，让江婉如嫁给世子，许臣女琅琊王妃之位。啊！江婉宁还是妥协了。江婉宁，你疯了？你还真想跟他们两个一起过日子，恶不恶心？你当真想好了？王爷误会了，臣女说的是让他们二人成婚，而臣女要嫁的人是王爷您。圣旨只说琅琊王妃只能是臣女，可没说许配给谁。如今王爷才是琅琊王，圣旨不可违。为了侯府恩稳，婉玲愿意做琅琊王妃。宁宁，不可胡闹，那是圣旨。圣旨上说，未来的琅琊王妃只能是臣女，可没说非要嫁给世子。如今王爷才是琅琊王，婉玲为了侯府恩稳，为了全圣上颜面，愿嫁王爷为妻。宁宁，别说气话，我虽一时糊涂，可心里只有你。世子慎言，王爷若是不同意，婉云唯有一死。本王允了。谢王爷成全。世子日后不要再如此没有规矩，毕竟王爷答应了，日后见面，我可就是世子的母亲了。
虽是后母，我也会学着做好一个好母亲。听见了没，世子？还没听见你娘说什么吗？怎能直呼你母名讳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既然你喜欢江二小姐，便与你收做妾室。妾不，我是平妻。妹妹，姨娘出身歌妓，你这种身份进王网主也是高攀，妾室身份正合适。听到了吗，世子？你娘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还不快跪下谢恩！江婉宁，王爷慢走，改日婉玲亲自去王府向王爷请安。还不走，留在这丢人现眼。裴安清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要你这辈子都只能跪在我的脚下。不是，女儿是被世子胁迫的，姐姐你要相信我呀！爹爹，柳姨娘自诩掌家温顺，可今日为何有这么多客人在没通报的情况下闯进前厅？这通传的下人可都是姨娘院子里的。柳氏，这就是你管的家？若不是零零积忌，今日侯府脸面丢尽。老爷，妾身只是一时失察。哼，给我查！我侯府不是不三不四的人都能进来的。王管家，今日那些夫人小姐到底是谁带进来的？侯府大门是漏风的筛子吗？回侯爷，今日守门的本是王冲，可他闹肚子，换了孙斌顶班。那就请孙斌进来说个明白。侯爷饶命，是柳姨娘院里的春花姐姐，说这些都是与侯府交好的贵客，让小的直接带进来，不必通报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今日虽然是大喜，可太皇太后孝期未过，你如此大张旗鼓，若被御史台盯上，岂不是在害父亲，害整个侯府？老爷，妾身只是想着给如儿攒点人脉，妾身出身歌妓，不懂这些朝堂避讳，妾身知错了。不懂规矩就别占着位置。这些年我念你辛苦，让你替夫人分忧，可你看看你做了什么？从今日起，管家印信交给玲玲打理。柳氏，你和如儿给我在院子里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出来。老爷，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偏心。妹妹放心，姐姐会替你好好打理这侯府的。小姐，打听到了今日进院子的人是柳姨娘的人。柳姨娘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敢带那些娼妓进侯府，那倒是方便我了。海棠，去查一查柳氏这些年掌家的账本，我要让他们吃进去的一分不差的吐出来。是，小姐。江婉玲居然要当世子妃的娘，我以后见了她要行礼，我不甘心！闭嘴！丢了管家权才是大事。那江婉玲变聪明了，居然懂得借力打力。姨娘，咱们在太傅府那边的药是不是该加重剂量了？先别动。那老太傅要是现在死了，江婉宁就要守孝，婚事一拖，恐生变数。我要让她进王府，然后再让她死在裴安清手里。娘说的对，只要咱们背后的那个人还在，侯府迟早是我们的。王管事，去年庄子上的进项少了30%，你说是因为遭了灾，可据我所知，去年风调雨顺。这是柳姨娘交代的。柳氏现在不是主母，这侯府姓江，不姓柳。海棠，带人去庄子上核实，王管事若说半句虚言，直接乱棍打死，丢出府去。是。前世你们欠我的，这一世我要你们1000倍奉还。这个裴安清真是恶毒，居然和江婉如那个白莲花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玲玲，你真的要嫁给那个老东西？老东西？你说谁？还有谁？琅琊王裴彦川啊，他可是比你大17岁，儿子都跟你一边大了。芝芝，你不觉得他长得不像33岁吗？京城那些纨绔在他面前，怕是连提鞋都不配。你这是看上人家脸了？不过也是，要是能天天让那2个人给你磕头请安，这日子倒也爽。宁宁，只要你不嫁给裴安清，就是嫁给我爹当我娘，我也乐意。沈伯父要是听见你这么编排他，非得抽你不可。宁宁，娘得告诉你实话，那裴安虽然权倾朝了奇毒，但他身上中了奇毒，太医都说活不过几年，万一你嫁过去就要守寡。娘，他不会死，因为我不会让他死。宁宁，你从未见过他几面，为何如此笃定？因为他曾为了救我受过剔骨之刑，这一世哪怕是向天夺命，我也要留住他。娘，我自有打算。对了，那柳氏霸占了侯米喷面这么久，也该让京城的人看看谁才是这侯府真正的女主人。好，娘陪你去。宁令，你这哪是陪我逛街，你这是赶着去投胎啊！那是刀影，前世
他便是在这间茶楼被齐王死尸暗算，虽然活了下来，却加重了体内的奇毒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准。芝芝，在这里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王爷，这里危险，跟我走。卑鄙小人！鞭子耍得不错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王爷，你早知道有伏兵。本想瓮中捉鳖，不料鳖都被你杀光了。既然来了，喝杯茶再走。和离书。本王身患奇毒，时日无多，如今圣旨已下，这婚约推不掉。这封和离书你且收好，等成亲之后，若本王撒手人寰，或是你想另嫁，拿着它，便无人敢阻你前路。所以，王爷这是在做慈善。本王只是不想耽误江姑娘。既然王爷觉得耽误，当初又为何应下婚诗？裴彦川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我之间只有丧我，没有和离。江姑娘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我说，娶了我江婉宁的人，寿命都得比王八还久。你不准死，我也不会让你死。王爷的帕子真丑。阿川，这丫头真是你的克星。这帕子虽丑，可却是你这么多年唯一贴身戴着的。她倒好，一眼就嫌弃上了。多嘴。主子，江姑娘已经走远了，不过她让小的给您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快说。江姑娘说，王爷若是有空，多去看看那位故人，别总是一个人闷在王府里。她果然什么都知道。玲宁，你以前为了裴安清，半年都不肯来看太傅一眼，今天怎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以前是我瞎了眼。小小姐，真的是小小姐，老太爷，小小姐来看您了。又是那个二姑娘派来的，老夫不是说了，不用她来假惺惺。林外祖父，是玲玲，玲玲来看您了。好孩子，真的是你！快，老赵，把我那珍藏的好酒拿出来。外祖父，这厨子怎么做的饭，怎么如此对付？前世我竟不知，外祖父在江婉如的刻意蒙蔽下，竟过得如此凄苦。人老了，吃什么都一样。谁是这里的管事？你是哪来的黄毛丫头？太傅府也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？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二小姐指名看管这里的。既然是二妹妹的人，那便更由不得了。把香点上，一炷香杀一个，直到有人肯招出谁在太傅的药里动了手脚。是二小姐，她让我们换了药，说太傅老了，神识不清才好掌控，求大小姐饶命啊！饶命？你们克扣外祖父衣食，偷换他的救命药，这种时候倒想起饶命了。都杀了。是。芝芝，你说的对，以前的我太善良。玲玲，杀得好，这些人死有余功。接下来，该去街上找那个能救裴彦川的人了。官爷，求求你，家中有80岁老母等着吃药，这推车是我全身的家当，这摊位费过2日一定补上。2日？哼，你当我们是开善堂的，在这条街摆摊儿，不交钱就滚！没钱？我看你这车也值个1两银子，不如哥俩收了去换酒喝。穷种，活着也是浪费东西，滚开！既然不给活路，那就一起死！你敢西关？你敢西关？住手！哪来的臭娘们儿？
敢管衙门的闲事？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，不过是讨生活。我大东陵律例，天德25年起便废了这摊位费。你们口中的王法，难道是自己编的不成？王法在这条街，知府孙大人就是王法。兄弟们，有人闹事儿！孙贵，一个小小的知府，好大的威风！你们这群狗东西，连琅琊王妃也敢抓？琅琊王妃？谁不知道琅琊还没成亲呢？你是从哪个窑子里爬出来的？敢冒充王妃？穿的倒是贵气，我看是偷来的吧？去把这2个娘们的衣服扒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也这么金贵。我看谁敢动！芝芝，不必跟畜生废话。宁令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世子，您来的正好，这2个娘们冒充王妃，还打伤了我们。宁令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这些官差也是办差。世子请自重，你应该叫我一声母亲，听到了吗？后娘也是娘。世子，你未来的娘在这被你手下的人羞辱，你就是这么当儿子的？混账！没听见王妃的话吗？滚！全部去大理寺领罪。刘壮，你曾是琅琊王的兵？是，战场伤了腿，退下来的。正好，我府上缺个管事的，你若不嫌弃，带着老母亲搬去周府住。裴安清，你最想掩盖的平民血统，我就要把它摊在阳光下，一点点撕碎你的骄傲。宁宁，那日只是个误会，你是故意说气话对我父亲是不是？跟我去向父亲说清楚，婚约还可以。世子，礼不可废。我是圣上亲赐的琅琊王妃，按辈分，你该尊称我一声母亲。如此拉拉扯扯，是想陷我于不义，还是想背上不孝的骂名？世子这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自己跟庶妹媾和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误会？如今倒是想起玲玲好了。你闭嘴，宁宁，难道你真能放下我们3年的感情？3年的感情，抵不过一纸荒唐信。世子，你若真觉得我不配当你娘，大可以去御前求圣上收回成命，否则日后见面还是守点规矩的好。哎呀，这就是宁远侯家那位，真是大气。这世子也太没规矩了。后娘也是娘啊，还没进门就敢这么拉扯。江婉宁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送世子回去，免得在这丢了王府的脸面。他竟然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那个贱人当真以为能坐稳王妃之位？世子莫恼，姐姐只是一时气昏了头。她最在乎名声，若是在成婚前出了什么意外，你的意思是？若是她在众人面前失了清白，父亲即便再护短，也不可能娶一个破鞋进门。到时候世子再做出一副深情模样收了她，她还不是要一辈子对您感恩戴德？还是如儿聪慧，等我继位琅琊王，这王妃之位定是你的。如儿全凭世子做主。小姐，刘壮和他母亲已经安顿好了。不过刚才盯着酒楼的人说，二小姐和世子在屋里待了足足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够他们商量出多少毒计了？小姐，沈小姐来了。管他们商量什么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倒是你宁宁，你说明日咱们去那破庙，真能找到救裴彦川的人？前世他在破庙待了1年，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他等那么久。宁宁，你确定那种能救命的神医会躲在这种鬼地方？他此时正被官府误捕，只能东躲闲藏。还活着。小姐，这人伤得这么重，咱们带回府里，万一死了……带走，去后门避开柳氏的眼线。他若死了，裴彦川就没救了。要买粮去排队，掌柜的不在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侯府大小姐这铺子的主子。哎呀，大小姐亲临，真是蓬荜生辉。不知大小姐今日是想查哪笔账？近3年的总账，一封不动的拿出来。这账本繁杂，怕是会累着小姐。拿还是不拿？王管事，去年粮食大丰收，你这账上却记着颗粒无收，高价购粮。那1万两字的差价是进了你的口袋，还是进了碧荷院的司库？大小姐饶命，这都是柳姨娘交代的，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你是为侯府办事，还是为柳姨娘办事？大东陵律例，贪墨1000两即是徒刑。你这1万两白银，王管事，你那1岁大的儿子，怕是还没学会叫爹吧？大小姐饶命啊，小的招，小的全招。柳姨娘每次派张嬷嬷来取钱，小的都有记录。别急，等全查完我们再说。送了你的银钱，
我看你还拿什么去养你外面那个野种？大小姐，账已经全查完了，除了最开始那1万两银子的差价外，一共有足3万两的缺扣。大小姐，小的已经全招了，钱都是柳一阳拿走的呀。王管事，一共4万两的缺漏，你打算怎么补上呢？大小姐饶命，这都是柳姨娘，是她逼我的。只要有人保你，想必也是可以减轻一些的。只不过，小的全听您吩咐，求您饶小的一命。去把账本拿来，顺便告诉柳姨娘，你找到个能翻3倍利润的好买卖。是。小姐，盯着碧荷院的人来报，二小姐准备今晚扮成小丫鬟，从后门出去见世子。她还真是不安分，这种时候还想着勾搭男人。她想出去，我这个当姐姐的自然要送一送。海棠，去马厩那边把那几个马蜂窝挑一挑，位置要选得正合适。是。这引蜂粉是我特意为二妹妹调配的，保证能让她刻骨铭心。小姐，这东西真有用？前世她最爱护那张脸，这一世我要让她这辈子都不敢照镜子。站住！这2个丫鬟瞧着眼生，这么晚了，鬼鬼祟祟去做什么？回大小姐，小厨房米不够了，奴婢去取。既然这么勤快，正巧马夫请了假，这马厩几日没扫了，你们2个去把这几匹马洗刷干净，地上的马粪也铲了。这是粗使活。怎么，主子的话不管用了？还是想让我把你们要到梧桐院，天天打扫马厩？姐姐，快救救我！我好疼啊！哎呀，这马蜂怎么偏偏蛰妹妹？妹妹可是用了什么引虫的东西？妹妹坚持住，我在帮你打马蜂。这马蜂如此凶狠，我来帮你一起赶走。海棠，快去请那个城东头最远的孙太傅，一定要救妹妹啊！江婉如，这只是第1道利息，前世我受的苦，你要万倍偿还。江姑娘，王爷正在处理公务，书房种地。莫青大哥，人命关天，二妹妹被马蜂蛰得命悬一线，求王爷借神医一用。救命！王爷！江姑娘，莫白不是商人。王爷救命！人家害怕，他那么大一只，万一把他叼走，王爷可就没有媳妇儿了。全福德，带莫白下去。王爷，您怎么心跳这么快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本王随你走一趟便是。江姑娘，看够了没？王爷长得俊，看一辈子都看不够。本王虽比你父亲小，却也是有养子的人，不要无理取闹。那又如何？不知道的还以为王爷是个未开婚的，怕见人呢。胡言乱语，矜持些。爹爹，王爷担忧妹妹伤势，特地带了钱神医过来。钱神医医术通神，定能保住妹妹这张脸。劳烦王爷深夜奔波。妹妹，惠鼻忌医可不好。世子在这儿，王爷也在这儿，大家都不是外人。快把帷帽摘了，让钱大夫瞧瞧。不，姐姐，如儿现在的样子不宜见客，求你了。世子，妹妹是为你摘花才受的伤，您还不快上前劝劝？妹妹心里苦，您多看一眼，她也就宽心了。如儿，
摘了吧，看大夫要紧。波儿，听你姐姐的话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哎呀，妹妹身上那股马粪味儿还没散干净，想是刚才没擦少彻底。世子，妹妹可是为了你才跌进马厩的，你可千万别嫌弃。此乃毒风蛰伤，需饮食极其清淡，少油少盐，更不能见腥。爹爹，既然大夫这么说了，妹妹日后的饮食便由我这梧桐院全权负责。我亲自盯着小厨房给妹妹做清淡的补食，定要保妹妹恢复如初。还是琳琳周到。谢姐姐。爹爹，二妹妹这脸伤得重，碧荷院人多眼杂，怕是照顾不周。雪梅院虽然偏僻了点，但胜在清静，不如让妹妹搬过去调养。姐姐，妹妹是嫌弃姐姐离你太近了。雪梅院就在我梧桐院隔壁，日后妹妹的饮食由我的小厨房全权负责。还是宁令周到。如儿，就按你姐姐说的办。搬。侯爷，虽是入王府做妾，却也该懂点礼义廉耻。大晚上装成丫鬟从后门溜出去，这规矩确实该教教。刘氏，你就是这么教女儿的？老爷，如儿是心中有愧，想去寺里给大小姐祈福，这才糊涂了。娘也是，妹妹年纪小不懂事，您怎么也不拦着？这要是让外人撞见了，还以为二妹妹是半夜去私会什么人呢。爹爹，柳姨娘怕是累着了，连二妹妹这等遇鬼的行为都看顾不过来，不如让她在院里静省一段日子。妾身愿意罚跪，就让妾身在前厅跪上一夜，替如儿赎罪吧。既然你自己要求的，那便跪着吧，明日一早再起来。小姐，柳姨娘那身子骨，跪着一夜怕是要大病一场。她喜欢装柔弱博同情，我便让她真柔弱。海棠，吩咐下去，二小姐和柳姨娘的膳食里，每天多加那一味好料。小姐放心，那料吃下去，身子虽不痛碰痒，却会让人日益臃肿，虚胖不止。不出半月，二小姐那腰身，怕是连水仙裙都穿不进去了。江婉如，你不是想嫁给世子翻身吗？我倒要看看你那裴哥哥愿不愿意。柳氏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女儿重复我前世受过的每一分羞辱。大小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姨娘还在病中，受不得惊扰。大小姐，这是为何呀？爹爹说了，碧荷院年久失修，需彻底翻新。二妹妹已经搬去了雪梅院，姨娘身子弱，正好挪到后院的静思居养病。至于你们这起子吃里扒外的奴才，连主子溜出府私会都看不住，留着何用？全部拉去庄子上，永不录用。大小姐，老奴可是跟了姨娘10几年的。嬷嬷别急，你既然忠心，便跟着姨娘去静思居好好伺候。姨娘，小的有个赚大钱的法子，只要咱们把梁福杰的陈粮转手，利润起码这个数。这是通敌的罪名。哎呀，我的姨娘，现在管家权在大小姐手里，她刚查过账，咱们要是不趁机填补空缺，等她下回查出那3万两白银的亏空，咱们全家都得死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说只要这一批出手，这1万两银子转头就能变3万两。姨娘，你好好想想。是啊，姨娘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您看二小姐这张脸，还得用上好的药养着，哪哪都要银子啊。这是我最后的3000两，还有这些首饰。姨娘放心，小的这就去办，保管天黑前让您看到银票。姨娘那是小打小闹，小的可是听说了，这笔买卖若是做成了，世子爷日后也得高看你一眼。姨娘真的投了3000两，那我便投5000两。我手里还有几件父亲送的吉比里首饰，拿去当了，一并投进去。我要在那江婉玲成婚前，存下一笔让她眼红的私房。王福，这事就交给你了，这点心意还望公公笑纳。姑娘这是哪里的话？大小姐，这是二小姐给的，连同柳姨娘的3000两都在这儿了。他们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海棠，派人去查查张嬷嬷这些年的行踪。小姐是怀疑，我记得前世江婉如说过，
他亲爹就在侯府。张嬷嬷对江婉如的关怀，可不只是奴婢对主子那么简单。柳氏这种心高气傲的人，为何唯独对那张嬷嬷百依百顺？大小姐，那小的接下来继续诱导，告诉他们买卖做大了，还缺5万两。他们若没钱，你便带他们去钱庄，用柳氏的私人印章借印子钱。那可是要逼死人的。太便宜他们了，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柳氏，你们的富贵梦也该醒了。林丫头，你可知那裴彦川为何这些年不娶妻？外界传闻王爷克妻，亦或是他身患奇毒，不愿耽误旁人。他是在等他的小新娘。你可还记得州府隔壁曾经住的是哪户人家？隔壁？那是英国公府。婉莹，你可曾听闻？英国公府被满门屠戮，血流成河，唯有小世子谢川顺着你当年死活要留下的那个狗洞钻进了州府，这才保住一命。后来他改名裴彦川，随太子出征，他就是当年那个非要娶你的谢哥哥。是他，真的是他。他为了保护谢家最后的血脉，也为了报灭门之仇，不得不隐姓埋名。至于裴安清，不过是他手下副将的遗孤，因为那副将替他挡过一刀，他便背负了这份恩情整整10年。可裴安清却拿着这份恩情当筹码，处处算计他。林丫头，人这一生，与其与错的人相守一生，不如与爱的人短暂相拥。那裴家小子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主子，世子今日又去见了江二小姐。他还是不死心。裴安清以为他生父救过我，便能以此挟持我一辈子，他却不知，若非他父亲贪功冒进，谢家也不会家破人亡。主子，江姑娘今日在太傅府待了足足2个时辰，走的时候眼眶是红的。我知道了。谢哥哥成亲。知道了也好，即便我是个快死的人，我也要以谢川的身份，风风光光的娶她进门，绝不会让她再受半分委屈。原来你竟在我身边守了2世，前世我眼盲心瞎，害你受尽苦楚。这一世，我要你身披铠甲，亲手拿回属于谢家的一切。小姐，事情办妥了，王福回话，柳姨娘已经把压箱底的5000两银票都拿出来了，还搭上了几件贵重的头面。才5000两，这可不够。告诉王福，诱饵在抛大线，就说西夏商队明日就要离京，若是错过了这波粮草倒卖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小姐，你这是要把他们榨干啊？哼，他们母女贪得无厌，吞了侯府这么多年的脂膏，现在不过是让他们一点点吐出来。王妃大恩大德，只要王妃不嫌弃，小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。刘壮，我不必你上刀山，这京城暗流涌动，我要知道所有盯着侯府和王府的影子。王妃放心，我们这帮退下来的残兵虽说身体不全，但打探消息、杀敌除胜的本领还在。玲玲，你这架势倒是越来越像那个冷面狼王了。既然要做王妃，自然不能落了王府的名头。海棠，把剩下的银票给刘壮，让他去置办些顺手的兵器。刘大哥，收好。谢谢王妃，谢谢海棠姑娘。柳氏的网已经撒好了，接下来该轮到那个孙贵了。走，咱们去青楼抓奸去。那是去拿回百姓的血汗钱。走吧，去换身衣服。玲玲，我早就想来逛逛这醉仙楼了。以前你总是假正经，今天终于开了窍了。今日不是去玩，那个孙贵此时正快活着，咱们得去帮他醒醒脑。小姐，这是你们要的扇子和折扇。走吧，沈小爷。哎呦，两位爷瞧着面生，是头一回来吧？少废话，还不快将你们这里的姑娘给小爷我都叫过来！开间上好的雅间，叫小桃红来伺候。二位爷实在不巧，小桃红正陪着知府孙大人呢，要不换一位？知府算个球！
你可知我这位兄弟是谁？那可是上头下来的，让你带路就带路，少废话。是，两位爷随我来，千万莫要闹起来。这是擅闯，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你是孙贵，我是你祖宗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孙大人，刘庄他们的补偿金你吞了3年，该吐出来。我表舅可是曲家，我表外甥女是纯妃，你们敢动我，上头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纯妃，姑奶奶，我天生不知道怕，还不交钱？还不交钱？不交钱！我别打了，我这就给你们银票，这是全部的银票，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。别装了，袖口的麒麟云纹是王爷的人吧？把这些连同这个姓孙的一并带回去给王爷复命。告诉王爷，孙贵司库里的这些信件比这些银子更有趣。阿川，你这未来王妃真是个了不得的。朕派了多少暗卫都查不到曲家的黑矿，他倒好，逛个街就把铁证给朕送来了。王妃心系社稷，此乃意外之喜，只是曲家势力盘根错节，还请圣上护他周全。朕知道你是在替他讨赏，既然他立了此等奇功，朕若不赏，倒显得朕小气了。拟旨：宁远侯嫡女江婉宁聪慧过人，不畏强权，特封为县主，赐号柔嘉，享双倍实禄。遵旨。臣替内子谢主隆恩。灵虎雄平，柔嘉县主，接旨吧。臣女江婉宁叩谢皇恩。这真是天大的恩典。大小姐真是好福气，以后如儿见了姐姐，怕是都要行大礼了。姨娘说的对，既然是圣上亲封，那这规矩自然是不能乱的。二妹妹，你说是吗？见过柔嘉县主。娘，王管事那边怎么还没送银子来？这都第4天了。许是数目太大，耽搁了。张嬷嬷，你去梁府斋瞧瞧。姨娘，不好了，王府那混蛋跑了！你说什么？跑了？那钱呢？我的银子呢？我的银子呢？这钱没了，连梁府斋都关门了。老奴去王府家里，那里早就人去楼空，什么都没剩下。娘，那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当，我还偷偷拿了您的私印，在钱庄借了5万两银子的印子钱啊！你竟然敢去借印子钱5万两！娘，王管事说3日就能回本，我才敢。那是高利贷，还不上，那些人会拆了侯府的。江婉宁，一定是江婉宁。姨娘，听说您病了，特地带了些好东西来看你。哎呀，姨娘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因为管家全丢了，心中郁结。是你设的局！姨娘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过钱庄的人已经在路上，姨娘若还不上，那可就毁了。江婉宁，我要杀了你！二妹妹，对县主不敬，可是要掌嘴50的。你要试一试吗？我说琳琳，这人你都搬回来3天了，又是人参又是物凉的吊着，他该不会是打算睡到你跟那个老王爷大婚吧？他不会死，他的命比谁都硬，因为他还没教我怎么救裴彦川。年年，你说的那个梦中神医，真的就是此人？他瞧着还没裴安清大，当真能治好琅琊王的奇毒？娘，梦里的指引不会错。手术只写钱，谁把老子的氧气面罩拔了？你醒了。How are you？ 琳琳，你听见没？他刚才说什么？好阿尤？他也知道他游。我真的穿越了，
还是个连抗生素都没有的地方。天啊，我可是国家1级外科专家啊！这是他家乡的方言，以为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你们先下去吧。阿海，别演了，我查过你的伤口，那种缝合手法，这东邻国没有第2个人会。我知道你有一身通天的本事，但我不管你从哪儿来，我只要你办一件事。你想让我救人？救我的未婚夫裴彦川，作为交换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，护你在京城一世无忧。我现在这样还有得选吗？不过江姑娘，丑话说在前面，你们这里的医疗条件，只要你需要的东西，哪怕是皇宫里的贡品，我也能给你弄来。不过我得先看看你所谓的未婚夫还有没有气。他有气，只是需要你这一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手。海棠，从今日起，阿海就是我的师傅，他在府中所有的吃穿用度，皆按照我的规格。若有人敢议论他的言行，直接掌嘴卖了。是，小姐。裴彦川，第1块药引子我找回来了。听说姨娘身子不适，妾身这几日身子骨不争气，没能伺候左右，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。姨娘快别这么说，爹爹最是心软，怎么会真的怪你？还是琳琳懂事。过2日便是京城1年1度的春宴会了，二妹妹这几日在屋里抄经书也辛苦了，不如那天让她随我一同前去，总不能因为一时误会耽搁了她日后的姻缘。姐姐，你真的愿意带我去？你是我妹妹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琳琳有长姐风范。好，如儿也去。咦，爹爹，我记得姨娘屋里那尊紫玉珊瑚怎么都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那是妾身想着为如儿祈福，拿去捐给了慈幼局。你说什么？姨娘当真宅心仁厚，可我方才翻看账本，发现那些物件并没有出府记录，反而出现在了西街的当铺里。柳氏，你竟然敢变卖中宫财物！你长了几个脑袋，敢拿去填你自己的私库？老爷冤枉，妾身是因为丢了那笔银子，怕如儿以后嫁妆寒酸，一时糊涂啊。娘这话，女儿倒是不解了。当初我说给妹妹说门屠夫的亲事，姨娘说不配。如今妹妹高价世子，姨娘又觉得嫁妆不够。说到底，还是姨娘以前在画房待久了，眼皮子浅，见惯了银子就心慌，竟连家贼也当得。从今日起，碧荷院所有的摆件一律登记造册，少一样我就把你送回官府查办。至于你，若是再跟着你娘学这些下作手段，这婚事不办也罢。女儿不敢，女儿一定好好修身养性。琳琳，娘这些年看着他们母女演戏，总觉得胸口闷。今日看你这般，娘这心里总算舒畅了些。娘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海棠，春宴会的请帖都送到了吧？小姐放心，大理寺卿沈大人家还有几位王府的请帖都回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侯府大小姐要带庶妹一同出席。小姐，这颜色暗沉的跟抹布似的，料子也硬巴巴，你真要送给二小姐？她最近吃着咱们家的料，身子已经开始浮肿了。这种粉色穿在她身上，非但显不出娇嫩，反而会让她像个发了霉的寿桃。小姐，奴婢瞧着二小姐那腰确实粗了一圈，偏她还以为是自己病重水肿呢。柳姨娘他们现在没钱做新衣，只能接受您的赏赐。她不是想在春宴会上一鸣惊人吗？我就送她一份让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大礼。宁宁，这大红色是不是太招摇了些？娘，这红色最衬气色，我要让这京城的所有人一眼就看到我。好，娘听你的，娘也要重新打扮起来。
不能给你丢脸。娘，您的琵琶那日也一并带上吧。外祖父常说，您的曲子是京城一绝。娘，你看江婉玲送的这都什么货色？她就是故意的。她知道我最近身上有些浮肿，穿这身简直跟大理寺门口的石狮子没区别。住口！现在咱们没钱做新衣，你若是不要这身，难道要穿着中衣去春宴？难道我就真的要穿这身去丢人？别慌，张嬷嬷，去把暗格里那件水仙裙拿出来，那可是我当年在画坊压箱底的宝贝。娘，那不是您说太招摇了吗？现在不招摇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如儿，你在这春宴会上一定要给我跳一出当年娘教你的舞，只要你能在那天让世子神魂颠倒，让京城的男儿都为你折服，咱们就能翻身。好，我一定要让江婉宁知道，谁才是京城最美的女人。婉宁，我的天，你今天真是绝了！这红衣一穿，怕是连太阳都要躲着你走。芝芝，你今日也很英气。哟，这不是江二小姐吗？这是要在这春宴会上演哪出弱柳扶风啊？可惜这缕条稍微有些粗了点吧。沈小姐说笑了，如儿只是觉得素雅些好。妹妹这身裙子倒是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画旁上的花魁。果然，姨娘的眼光总是这么念旧。原来她穿的是画坊花魁的样式，长得这么丰腴，还想学弱柳灵符，真是可笑。江婉如，你的噩梦现在正式开始了。旁边是江婉宁，旁边是江夫人吧？气运真好。这不是多年不露面的江夫人吗？我还以为您要在侯府那方寸地带待到老呢。那便是江婉妮，长得是极美，可惜了。李夫人，您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家伯爷给您下禁足令了。见谁出个门都稀罕，李夫人确实该稀罕。毕竟我母亲这些年是闭门修身，而您是忙着帮助伯爷张罗第9房小妾，操劳过度，连驻颜术都救不回来了吧？你这孩子嘴还是这么利。我听说江夫人当年琵琶一绝，今日大家伙都在，不如您赏脸来一曲。江夫人弹一曲，对呀对呀，听说您当年琵琶一绝呢，快弹一曲让我开开眼。李夫人，我母亲的琴音是弹给懂琴之人的，至于有些只听得懂勾栏小调的，怕是听了也是糟蹋。不必拦着，既然夫人们想听，我便弹。曲子是好，可惜啊，江夫人，你这心也太狠了。为了攀高枝，竟把亲生女儿嫁给那个半截入土的裴彦川，那是去当王妃，还是去守活寡啊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这种嫡女，也就只能靠嫁给老牛来。江婉宁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伯爵夫人，你目无尊长。夫人误会了，方才我瞧见你脸上有一只硕大的臭虫，我这一掌是救你。不信你看，你那是诬陷！江夫人，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。李夫人，你刚才羞辱我女儿婚事，诅咒琅琊王命短，每一句都是在藐视圣旨。这个是我身为侯府主母，教教你什么叫尊卑有别。李夫人，本县主乃是圣上亲封，你辱我母亲在先，诅咒皇亲在后，快给我母亲道歉。对不起，江夫人，是我失言了。娘，我们走，别被这些脏东西脏了眼。宁远侯府竟然出了这么个疯丫头。县主方才不是说自己出身将门吗？这弹琴绣画比不过咱们，不如展示一下武艺，也让姐妹们开开眼。
吴小姐想看什么？不如就展示一下剑术吧。来人，背弓！箭竹可要射准了，万一偏了，伤着这花花草草可不好，射死物多没劲。吴小姐既然这么有兴致，不如你来当这个靶子。你疯了！郡主殿下，您不说话，臣女等到您准了。吴小姐，别动。若你再敢对我母亲口出狂言，下一次这剑指的地方就是你的喉咙。郡主，这剑法您还满意吗？江婉宁，你有种！李芳燕，李夫人见大长公主。你们看，曲娘子这身衣服怎么跟江二小姐的一模一样？哎呦，这可真是奇了！曲娘子这一身是画舫花魁的标配，江二小姐这一身，莫非也是从哪个画舫里借来的？沈小姐，休要胡言。奴家这身衣服是师姐设计的，本以为独一无二，没想到今日竟在这儿撞了同款。只是这水仙裙讲究的是灵动，若是穿成了水桶，倒是糟蹋了。二妹妹别慌，既然破了，回头姐姐再送你几件。不过曲娘子说的对，这种画舫的东西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，回头丢了吧。琅琊王驾到！裴彦川，你来的正好。本宫正说要替圣上做主，废了你跟江婉宁的婚事。毕竟你这身子骨，怕是耽误了人家姑娘。不劳殿下费心，本王好得很。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琅琊王裴彦川为报副将救命之恩，虚长年岁，收孤为子。然王爷实则年方23，旧疾已愈，其子裴安清实为义子，保留世子之位，以全情义。钦此。什么？王爷才23岁，那不是比世子才大6岁？那江婉宁岂不是要嫁给全京城最年轻的战神了？哪里还要守活寡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本王的王妃，除了本王，谁也管不得。裴彦川，你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！殿下若觉得放肆，大可以去御前问问圣上。本王护着自己的女人，天经地义。玲玲，走吧，这里的空气太浊，本王带你回府。好，王爷。裴彦川，你娶这样的女人进门，简直是丢了皇室的脸。母妃说的对，江婉熙仗着裴皇兄护短，竟然敢对我母亲出言不敬，不过是被退了婚的破鞋，算什么东西？莫青，属下在。郡主失言，不失尊卑。本王既然是他的皇兄，自当替殿下好好管教。掌嘴！裴彦川，你敢打我的女儿！本宫今日要进宫面圣，告你一个大逆不道！只是进宫前莫要忘了，圣上免了本王的礼，便是准了本王在这京城，本王活一日，就不允许有人对琳琳指手画脚，否则就是殿下您，本王也不会客气。裴彦川，你总是这样，不问缘由，便将我护得滴水不漏。老爷，妾身也是正巧路过梧桐院，没成想居然撞见大小姐私藏外男，这人鬼鬼祟祟，在院子里待了足足2日啊！逆女，还没回来吗？爹爹，这是做什么？大半夜的，怎么把我的客人绑了？客人？什么客人？需要藏在后院，不让老爷知道。你分明是仗着婚约，在此偷害。偷什么？王爷，
爹爹误会了，阿海他是我特意寻来送给王爷的礼物。礼物？王爷身患奇毒，天下皆知。阿海是我走访数处寻得的神医，他的医术能活死人肉白骨，只是他身份特殊，玲玲不敢张扬，这才将人安置在偏院，由我亲自照看。王爷，江姑娘所言不虚，你这体内的毒，若是再不压制，恐怕熬不过这月。原来如此。柳氏，你口口声声说撞见私会，原来就是这么个私会！老爷恕罪，妾身也是担心侯府名声，一时看走了眼。姨娘看走的不是眼，是心。若非我留了后手，今日怕是要被姨娘这一盆脏水泼得永世不得翻身了。本王倒觉得这侯府的后院火太旺了些。既然此人是给本王的礼物，那本王便带走了。玲玲，受委屈了，明日来王府，本王给你补。柳氏，你们送上门的借口，我便收下了。这神医入王府，多亏了你们这一闹，才成得如此名正言顺。王爷重视西夏银针之毒，毒素已经侵入血脉，若按你们的保守治法，不过是拖延时日，让他死得更痛苦。那依先生之见，该如何医治？眼下唯一的法子，便是换血。换血？这简直是妖术！你是要将他的血流干，再喝下别人的血吗？这简直是一命抵一命，罪孽深重啊！父亲，这人身份来历不明，万一王爷在咱们府上出了事……闭嘴！姨娘平日里若是想拜佛，我明日便送你去安里。可在王爷的性命面前，你若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便先割了你的舌头。我也是为了王爷好。阿海，你需要什么，只管开口。换血并非杀人，只需要寻找血型相切之人，经由我制作的器械注入王爷体内。只是这里条件有限，我要先画出仪器的图纸。本王信。阿海，王府比侯府，万事小心。你教我的那几套缝合针法我还没练熟，你可不能偷懒。宁宁，于先生既然住在王府，你若想学医，每日来王府寻他便是。每日都去，怕是会打扰王爷休息。有你在身边，本王才觉得安稳。这王爷哪是请医生，分明是找了个借口想把媳妇儿骗回家。现代叫同居，古代叫什么？入赘式追妻。那便听王爷的。柳夫人，这利息3日一番，当初拿私印借银子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。今日若是见不到钱，我们就拿二小姐去抵债。姐，救命啊！什么银子钱？柳氏，你竟然背着我做出此等败坏家风之事！老爷，妾身是被人骗了，是那个王妾身。本侯昨日刚查过，王福全家跑路，连带铺子里的银钱一卷而空。你既然有胆子拿私印借钱，就自己想法子还，休想动用侯府的一分一毫。药渣找齐了吗？小姐，柳氏这些年给夫人下的红花粉，还有她给自己和二小姐准备的补药残渣，都在这儿了。好，柳氏，你既然喜欢玩这些阴损招数，那咱们便一并清算。爹爹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方才海棠路过万宝轩，见他们在卖二妹妹的那只红玛瑙簪子，女儿觉得眼熟，便顺手赎了回来。姨娘，您前儿个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捐给慈幼局了吗？怎么转眼就进了当铺？这就是你说的捐？柳氏，你简直是侯府的耻辱！侯爷，这钱是他柳氏用私人印章借的，与侯府无关。你们要债，只管找他，就算是把他卖了，本侯也不会眨一下眼。
取家法来！今日若不打死这毒妇，我江家门风何在？爹爹，您是习武之人，一鞭子下去，非死即伤。若是在前厅见血，恐有不祥。那你待如何？不如让女儿带姨娘回碧荷院行房。女儿力气小，既能让姨娘受了教训，记住规矩，又不至于伤了性命，雷及爹爹的名声。也好，玲玲，你不必留情，这种家贼打死了也是活该。大小姐，求您饶了姨娘吧，求您了。姨娘，咱们说好了20鞭，这第1鞭是为你贪墨争功，险些害了外祖父。滚开！这第2鞭是为你那日设计陷害，想要毁我名节。不是，江婉宁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故意啊！我就是故意的，姨娘。前世你们欠我的命，我要你们一寸寸的还回来。芍药，去提桶盐水来，给他提提神。是，小姐。妹妹总算来了，父亲说了，打完了姨娘才能回屋。你这个疯子，你要打死我娘吗？妹妹，家法难违，爹爹还在气头上，说这5万两银子钱若还不上，就要把姨娘送去庄子上自生自灭。父亲怎么会如此狠心？妹妹，爹爹最是疼你。若你替姨娘挨了这最后1鞭子，爹爹定会觉得你纯诚至孝。到时候我再去求求亲，没准爹爹心意，这债也就从中宫出了。当真？自然，长姐如你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，我代姨娘受罚。好妹妹，当心了。我的脸！哎呀，妹妹你怎么突然动了？姐姐力气小，这鞭子没收住，竟伤了你的脸。带2小姐回房，把那瓶我特制的药膏送过去，务必好生伺候。是。爹爹，女儿有罪，请爹爹责罚。琳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那毒妇伤了你。是二妹妹，妹妹突然冲出来护着姨娘，女儿一时收不住手，竟误伤了妹妹的脸。她去闹什么？那是家法。妹妹说是我设计害了姨娘，还要毁她的前程。爹爹，女儿知道自己手笨，求爹爹进宫请个太医，给妹妹瞧瞧脸吧。女儿怕妹妹恨我一辈子。老爷，您别听大小姐的，2小姐刚才骂的可难听了，说等她成了王妃，定要将大小姐碎尸万段，还说她就是要勾引世子。芍药，闭嘴！江正，你出来！你凭什么让江婉宁打我？我要去大长公主府告状，我让你们全都不得好死！爹爹，是江婉宁害我，你看我的脸！逆女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那是你自作自受。你姐姐还在替你求情，你却在此咒骂长姐。本侯没你这样的女儿。来人，把她拖去祠堂跪着，每日跪足4个时辰，反省不彻底，不准放出来。江婉宁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毁了我的脸，你就能安稳嫁入王府了吗？二妹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父亲让你在屋里闭门思过的。小姐慎言，这可是侯府，老爷就在屋里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侯爷。2小姐，你这样说会连累侯府的。等我成了大长公主的义女，我要让江正跪在我面前求我。闭门思过，江正那个老糊涂被你骗了，我可没被你骗。你设计让我娘背债，又代父行刑毁我的容。江婉宁，我这就去告诉大长公主，让她带兵平了你这侯府。逆女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让本侯跪下来求你？父亲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江婉宁先激怒我的。爹爹息怒，妹妹只是一时疼糊涂了，才出这些大逆道的话。
都怪女儿手笨，那一字若不落在妹妹脸上，她也不会。听听，你姐姐事到如今还在替你求情，你却在此咒骂生父，勾结外人威胁家门。是的，她是装的，她在您面前装可怜，背后却抽得我皮开肉绽。本侯不仅眼瞎，还心盲，竟养了你这么个丧门星。今日起，将这逆女的名字从族谱中剔除。她既然不是我江家的种，也不配再姓江。她拖到祠堂，每日跪够4个时辰。什么时候学会做人？什么时候再让她滚出侯府？你们不能动我，江婉宁，我等心血吞下去。男人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小姐猜的不错，碧荷院那边确实有猫腻。奴婢这几日盯着，发现张嬷嬷从未从大门出，可每隔2日，她都会出现在城西的一座偏僻私宅。城西私宅，那宅子里住的是什么人？住着一个叫张胜的年轻人，约莫19岁。此人游手好闲，却是那宅子的主子。奴婢亲眼瞧见张嬷嬷前进去，两人在屋里争执了许久。张嬷嬷临走前还给了他1大包银子。银子？柳姨娘的私房钱不是都被坑光了吗？查清楚张嬷嬷是怎么出府的。奴婢无能，只见她进了碧荷院的后罩房，再一转眼，人就出现在府外了。那屋子奴婢去搜过，并无异常。并无异常才是最大的异常。张嬷嬷既没长翅膀，那便只能是地下有文章。不是这些年掌管中宫，将碧荷院修缮了数次，父亲张他是爱美，却不知他是在这府底下挖了条逃命的隧道。竟然真的有地道！这条路直通府外，怪不得江婉如那晚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私会裴安清。不必封死，找几个身手好的守在出口，只要张胜敢动，就给我把他引到护国寺去。是。钓鱼嘛，总得有个足够大的鱼饵。既然江婉如现在在祠堂跪得无聊，我就送她一份全家团圆的大礼。江婉宁，裴彦川，等我到了大长公主身边，我要让你们这群卑贱的土匪全都死在刀下！谁？宁宁，这火锅真是绝了，这辣味钻心，可怎么就让人停不下来呢？这叫爽。阿海说，京城夏日潮湿，多吃辛辣能祛湿。江姑娘，今日流水已经破了1000两，按照这个速度，你那10几万两粮食的缺口很快就能补上。而且这个肥牛圈太好吃了，奴婢能吃一辈子。吃你的吧！刘壮，后厨的菜准备的可充足。大小姐放心，老母亲亲自在后厨盯着洗菜，兄弟们也都在各处守着，没人敢捣乱。江小姐，实在是对不住，之前您看中的那个铺子，有人先一步交了定金，还给小的留了张纸条。石顶楼，这分明是调虎离山。玲玲，这定是那个裴安清搞的鬼，咱们别理他。不，得去。那个位置是我选来做情报点的。裴安清既然想跟我玩，我就看看他手里还有多少筹码。对方指明让你一个人去，恐有埋伏。在这京城，敢动我江婉宁的人还没出生。芍药，去给王爷送一碗特制的火锅底料，顺便告诉他，我去石顶楼要债了。我也去，我在门口守着，他敢动你一根汗毛，老娘拆了他的石顶楼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刘庄，看好店，除了王府的人，谁也别放进后院。宁宁，你果然来了。裴安清，那间铺子是你结下的。我知道你缺钱，想要那个铺子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只要你答应我不嫁给裴彦川那个老贼，别说一间铺子，整个京城的繁华我都能给你。世子请自重，你我之间除了母子名分，再无其他可谈。母亲，你也配？那个老东西命不久矣，你守着他有什么好？江婉婷，我给了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。你在箱里下了药。滚开！江婉宁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疯了！我
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这畜生碰我一根指头。裴安青，你且等着，等王爷来了，我要你死无全尸。这药叫春宵一度，没了解药，神仙也难救。玲玲，今日过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看裴彦川还要不要你。玲玲，你说什么？裴安青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明念，扎得好，越是疼，这药性散得越快，一会儿你求饶的声音也会越好听。裴安青，你回头看看，那是什么？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如愿。死药！你竟然随身带着这种东西，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瞧你大爷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宁宁，宁宁，主子，如何处置？押入地牢，本王要亲自审。宁宁，他流了好多黑血，王爷快救他！备马，回府。是。药，解药呢？他流了黑血，是不是中毒了？王爷，那是他自己弄的吐血丸，骗人的。他现在中的不是毒，是最高等的媚药。那怎么解？要么找个男人睡一觉，要么让他自己用冷水压下去。不过听这叫声，药量挺重，王爷若是不忍心，闭嘴。唉，母亲，去抬2桶冰水来。叶哥哥，我好热，帮帮我。琳琳，别乱动，水马上就来了。不，我不要水，我要你。乖，等成亲后，命都给你。江婉宁，你真是要了我的命了！王爷这脸红的能滴血，不会是那方面真的不行吧？我看像，这人都送上门了还往外跑，可惜了江小姐那副身段。你们2个去教场负重跑50圈，跑不完今晚就不用睡了。去查那药是谁给裴安青的，本王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。王爷，你守了一夜，可还有哪里不适？没了，药力散的差不多了，就是身上没力气。于海说这药伤生，这几日你且在王府住着，等彻底排尽了余毒再回后府。王爷，昨夜我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吧？没有。堂堂琅琊王，杀人都不眨眼，怎么被我调戏2句就成了惊弓之鸟了？于大夫，你给交个底。王爷昨晚守了一夜，这门都没开，你说王爷他那方面到底行不行啊？按照科学角度，王爷血气方刚，又正是毒素这里的亢奋期，温香软玉在侧，却当了一夜坐怀不乱的柳下鹤。我也怀疑王爷这身体内部零件是不是因为中毒受损了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说的那方面不行，是指力气不够大吗？王爷看起来能单手劈砖，怎么会不行？你们再大声点，王爷的飞镖就要出来教你们做人了。哎呀，漠然你别捣乱，我这是关心主子的子嗣问题。未来的王妃这么美，万一……莫青，去教务场负重30斤，跑不完不准吃饭。于汉，你的药田该去拔草。王爷，别恼羞成怒啊，我这也是专业关怀。宁宁，别听他们胡说。本王什么？王爷到底是行还是不行？等成亲那日，你大可以亲自试试。这些你收好。
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琅琊王府所有的家底，京郊的庄子，城内的16间铺子，还有各地的银号。既然你要嫁进门，这些总要交给你打理的。我天，裴彦川，你这也太大方了吧！这还没过门呢，你就把裤衩子都交出去了，这也太早了些。王府以前没有女主人，只有管事，如今有了你，就不需要别人了。王府没有管家吗？里面的暗卫令牌可以调动府中除了末位以外的所有人。命，本王身负奇毒，命悬一线，这些东西放在你手里，即便哪天本王出了意外，也能保你一世无忧。闭嘴！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也是裴彦川给你的，这哪是铺子，这分明是金山啊！王妃，这原本是王爷在京城最重要的据点，可王爷说了，既然您想开火锅店，这地方正好，随您拆迁。这里以前是查探消息的地方。是，不过王爷说，与其偷偷摸摸查消息，不如让王妃在这大张旗鼓的做生意。王妃想做什么，王爷就是您的靠山。听见没？靠山这2个字，裴彦川可是用金子给你堆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这京城的生意也该换个主子了。是。去告诉于海，铺子选好了，3日后火锅店开张。是。哎，王爷，铺子要是给我分2成干股，我就不劝宁宁退婚了。裴彦川，你把一切都给了我，那这一世我就把命还给你。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求您看在我亲生父亲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。他当年为您挡了一刀，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本王以为你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没忘，我是谢家的恩人之子，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就对不起谢家的列祖列宗。漠然，动。是，主子。当年那一战，若非你生父贪功冒进，谢家108口绝不会葬身火海。他救我，是因为他心虚。不可能，他跟我说他是为了谢家。临死前用这份带血的恩情裹挟本王10年，让本王养你护你，甚至许你世子之位。裴安青，这10年我给你的已经够多了。你若再敢动宁宁一根手指，本王不介意提前送你去见你的生父，让你亲口问问他当年到底是谁害了谁。带下去，领20军棍。从今往后，世子之位保留，但这王府的门，你若无本王传唤，半步也不准跨进。是。去查查，那2个禁军死士到底是谁所为他的？本王绝不容许任何危险潜伏在宁宁身边。阿海，这针脚若是再密一些，是不是愈合后的伤痕就更浅？孺子可教也。你要记住，每一针都是在跟阎王爷抢时间。怎么回事？地动了！王爷，你这是在拆家？昨夜莫白虎在此处打闹，不小心撞到了墙根，这墙年久失修，塌了。对，王府的墙确实该修了。莫白撞的，他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漠然，还不快带人来修？本王若不亲自盯着，怕你们又偷懒。是，王爷，您这借口找的也太破了。您那是看医术吗？您那是看人呢。咱们王爷什么时候学会修墙了？他上一次盯着城墙攻势，还是5年前打西夏的时候。闭嘴！王爷这不是在修墙，是在修姻缘。手上有伤，这种事让属下做。王爷，这墙明天能修好吗？修不好，我看这不仅是墙的问题，连地砖也松了，怕是得修个10天半个月。玲玲，娘身子没病，就是这些年心思重了些。你如今整日忙着这些汤汤水药，倒叫娘心里不安。娘，这可不是药，是能让您重回28年华的神仙水。师傅说了，您身子底子好，只是早年被那起子小人害得寒气入骨，只要调理好了，您再给我生个弟弟也是使得的。混说，
娘都什么岁数了，还生什么孩子？这辈子有你，娘就知足了。可不行，侯府偌大的家业，总得有个顶梁柱。再说了，爹爹这些年睡在书房，心心念念可都是你。你爹啊，他那脾气跟头牛似的。说起这个，我倒想起谢川那孩子。他小时候也是这副冷冰冰的样子吗？他小时候啊，那是这京城最机灵的皮猴子。3岁那年，我带你去英国公府做客，他递给你一颗糖，你这小没良心的，抓着人家就抱了上去。给你。我抱他。可不是，那小子当时板着小脸，一本正经的对我说：“可不是，我娘讲了，男女之间抱了就要负责。”后来只要你去外祖父家，他准从那墙角的狗洞钻进来把你偷走。唉，气得你爹在皇上面前参了国公爷一本，说谢家纵子偷人。谢家遭了难，若他真是那谢家小世子，娘便是拼了这命也得让你嫁过去。可惜啊，他现在只是那身陷剧毒的琅琊王。娘，他就是谢川，这一世我绝不准任何人再偷走他的一分光阴。他就是谢川。哟，这不是柔家县主吗？这金玉坊2楼的东西动辄上千两，县主兜里的银子够买半只发钗吗？吴心怡，你家祖父贪墨的银子，怕是都给你买胭脂了吧？管得真宽。掌柜的，这套成色倒是不错，就是价钱。这套本郡主要了，3000两是吧？包起来。这对也还行，这对本小姐也要了，5000两。江婉宁，跟我抢，你还嫩了点。怎么不止了？是不是发现自己连个零头都付不起了？吴小姐真是财大气粗，既然2位都选好了，那便结账吧。哼，结就结，多少钱？平安郡主一共消费36000两，吴小姐一共消费28000两，请问是现银还是走府上的账？少28000两，这些破烂玩意儿要28000两。掌柜的，我方才看中的那几样，先收回库房吧。是，东家夫人，谨遵夫人令。东家夫人，你是这金玉坊的主人？忘了告诉郡主，这金玉坊是王爷送给我的定亲礼，我不买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不需要付银子。吴心怡，多谢你给咱们家琳琳贡献了2万多两的私房钱，回头记得让你祖父把银子送来，不然咱们大理遇见。掌柜的，你刚才那是演哪出？那可是几万两银子的买卖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沈姑娘有所不知，这2楼的首饰本就是为了坑那些没脑子的官眷准备的，所以那些标价数千两的物件，真实成本是多少？不到100两，大多都是店里的小二随手打制的，样子虽唬人，料子却不同。不到100两卖几千两，这不抢劫吗？沈姑娘慎言，这叫劫富济贫。咱们王爷说了，与其让这些官员把贪来的银子藏在私库里，不如让他们的家眷拿出来，为国库出点力，为国库出力。所以这银子最后进了谁的兜？圣上拿5成，王爷拿5成。刚才吴小姐和平安郡主选的那些，明儿个账单就会送到尚书和长公主府。王爷和圣上还真是绝配，妙啊！宁宁，你现在是这金玉坊的老板娘，那以后这京城的官眷岂不都是在给你打工？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回吴家吃了这么大个暗亏，只怕圣上不仅要钱，还要吴尚书的命。你说圣上会怎么做？王妃圣明，圣上刚才已经传话了，说谢王妃这一出美人计，替国库省了半年的开支。既然圣上要吴家的命，那我就帮他递这把刀。嬷嬷，去查一查吴家私下存兵的记录。阿川，你这王妃真是朕的福星。吴家这次为了充面子，一下子吐出10几万两，怕是连棺材本都凑不齐了。圣上，钱虽然拿到了，但大长公主那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朕的那个好姑母胃口是越来越大了。不过吴尚书既然有钱买首饰，就一定有钱买命。这是朕命钱大夫新炼制的药，能压制你体内的毒。阿川，臣你得撑住，这大东陵的江山还得你帮朕守着。
臣叩谢圣恩。王爷，圣上给的那药分明是催命符，他哪里是想救你，他分明是想耗尽您的命去对付齐王。帝王无情本就是常态，他怕我这把刀生了锈，更怕我这把刀反过来指着他的头颅。王爷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直接找于海换血？王妃说她有办法。王爷，换血凶险万分，若我死在手术台上，谁来护他一生无恙？在死之前，我要替他杀掉所有想动他的人。吴家只是个开始。宁宁，我不要你陪我入地狱，我要你站在最高的暖阳里，万岁无忧。张公子，您这饭钱都欠了3天了，今日若再不结清，就只能送您去衙门见官了。滚开！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可是未来的侯爷，等老子成了爵，把你这破店拆了喂狗！又在吹牛了，这京城姓张的侯爷可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儿子。是啊，这位公子的账记在本公子头上。谢谢爷，谢谢爷。这位兄弟仗义，不知兄弟贵姓？在下姓蒋，方才听兄方谈吐不凡，想必也是性情中人。蒋兄弟，别看我这宅子偏，这可是宁远侯府的人亲手置办的，我那位亲戚最是疼我。宁远侯府，那可是高门大户，怪不得兄台敢自称未来侯爷。实话告诉你，那侯府的柳姨娘是我亲姨妈，她说了，只要等那个老顽固江正一死，我就能认祖归宗，接掌侯府。兄台好福气。不过我今日来此，是听说这平水巷有个算姻缘极准的老者，想求个前程。找什么老头？我那姨妈身边的张嬷嬷才厉害，她隔3差5送来的消息比神仙还灵。爹，你怎么才来？银子呢？爹，他叫张嬷嬷爹。圣儿，小心些。柳姨娘那边最近出了岔子，丈家权被那江婉宁夺了去，这2万两是你娘变卖了首饰才凑齐的。江婉宁怎么还不死？只要她活着，我那妹妹江婉仪就永远是庶出。快了，大长公主那边已经传了话，只要在寿宴上办了那件事，江婉宁必死无疑，到时候整个侯府都是咱们一家的。既然他们一家子都想整整齐齐的接掌侯府，那我就送他们去地狱里团圆。接我一招。好家伙，这边术越发精进了。裴彦川教的。王爷可没这福气，我这是天生的本事。练累了，歇会儿。你的安危有我在。我知道，但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。妹妹，伤可好些了？姐姐今日路过前厅，听爹爹说，姨娘竟然一下子拿出了5万两现银，把那印子钱给平了。5万两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妹妹竟然不知。姨娘说她有个远房亲戚在外面做大生意，这些年一直帮衬着。
那亲戚对姨娘可真是一等一的上心，几万两银子说给就给。远房亲戚，我还听说姨娘以前掌家时的那些好东西，爹爹都没追回来。看来姨娘是真疼那个亲戚，竟把侯府的底子都掏空了送过去。相比之下，妹妹你这月的月例被断了，还得住这破旧的雪梅院，姐姐瞧着都替你心酸。大姐姐若是没别的事，就请回吧。妹妹好生歇着。哦，对了，那祛疤膏若是用完了，只管问姐姐要。毕竟你现在身边连个贴心的提己银子都没有，姐姐自然要多照顾些。原来都是给了外面那个柳氏，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？海棠，去盯着碧荷院，我要看看这对母女什么时候开始自相残杀。是，小姐。鱼儿咬钩了。江姑娘，你这是撞邪了。阿海，我问你，这世上可有一种人，既有男人的阳刚，又能生养？是说双性畸形？确实有，这种人在我们那边叫双性人，胚胎发育的问题。怎么，你见到了？没事。母亲，这墙塌了，怎么还没修好？爹，您听听，江婉行深夜不归，竟是在这儿跟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男人厮混，如此不检点，怎配做王妃？世子是在说我吗？哼，你还敢出来？屋里那人是谁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夜里风大，仔细身子。裴安清，你刚才说谁是野男人？那个声明一下，我喜欢女的，纯直男。这一巴掌是教教你什么叫孝道。我是你未来的母亲，深夜来求教医术，王爷都准了，你在这废什么？世子议政了，送去教场，先练5个时辰行星脑。是。江婉宁，你……王爷，圣上忧心您的身子，特命老夫送来这秘制的延寿丹。圣上说了，务必亲眼见王爷服下，他老人家才安心。圣上真是体恤重臣，只是王爷刚刚才喝过我煮的温补汤药。钱大夫，这药性相重可不好。县主慎言，圣上赐药乃是天大的恩赐，难道王爷要抗旨不成？圣上厚爱，本王自当遵从。王爷圣体安康，微臣这就回宫复命。王爷，别急，药在这儿呢。刚才王爷吞的是我搓的麦芽糖。萧玉，他这是想要你的命，他要你死在他坐稳皇位之后。他想要，本王偏不给。宁宁，别哭，为了你，我也会撑下去。这种卑贱的地方也配让本小姐等位？去把你们东家叫出来，我要让他亲自给我赔罪。吴心怡，你是狗皮膏药吗？金玉坊的债还没还清，这就又来碰瓷了。你闭嘴！都是你这个灾星带路，才让本小姐受气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若不来，岂不是要让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毁了你的开张大吉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见过王爷，臣女方才是不小心。不小心，本王瞧着，吴小姐是想要在这闹出人命官司，让本王的王妃陪葬。傅大人，蓄意谋害官眷，按律当如何？回王爷，当废去名籍，流放3000里。
很好，既然吴尚书管教不好，本王不介意替他代操。圆圆的，白白的，里面肯定全是芝麻馅儿。莫青大哥，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想吃自己下呀。妹子，你别动，我就是想试试。沈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就是觉得它太像我早上没吃着的那个汤圆了。汤圆？你家汤圆长在人家脸上，我看你就是色胆包天！宁宁，快来啊！救我！瑟瑟，这爱情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这狗粮饱了。妹子，芍药妹子，你倒是帮我说句话呀！你给我站住！挺好，还热乎。妹子，芍药，芍药，你没救了。滚出去！谁啊？敢在老子地盘上撒野？哟，这不是我那被赶出门的县主妹妹吗？怎么没钱吃饭了，跑来找你哥要饭了？少废话！张胜，你想不想做真正的侯府世子？想不想把江正那老东西踩在脚下？想啊，做梦都想。可老子现在连饭钱都快付不起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拿到侯府世子的位置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过2日就是护国寺祈福节，江婉宁那个贱人一定会陪着周氏去上香。那又怎样？他身边随时跟着暗卫，还有裴彦川护着。护国寺后山有处姻缘林，平日里香火极旺，但也极隐蔽。只要你想办法把它引过去，再用上这神仙伞，若是被抓住了，那可是死罪。到时候我就是你的内应，咱们兄妹联手，这京城的富贵才刚刚开始。好，干了！江婉玲那娘们长得确实绝色，老子不亏。江婉玲，这一次我要你跌进最深的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宁令，再高点！那个小沙弥说了，挂得越高越灵验。我要让老沈明年就给我娶个后妈回来。芝芝，你闭嘴吧！你爹要是知道你在这儿给他求姻缘，非得抽你不可。你别管，你给我挂高点儿。婉宁，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阿川，你瞧那树上，是不是有2只猴子？回圣上，那是王妃。你那端庄典雅、心思深沉的王妃，在爬树。陛下，那是沈大人家的千金在底下指挥呢。哈哈哈，沈丈的酱骨头竟养出这么个活宝女儿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王爷，县主好兴致，这护国寺的树比王府的墙好爬。那个，帮芝芝个忙。沈照，姻缘美满。沈爱卿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！朕今日算是开了眼了。臣女参见皇上。免了免了，朕今日是微服，不想坏了你们求姻缘的兴致。阿川，朕突然觉得你这日子以后定会过得极其精彩。谢圣上吉言。姐姐，山间夜凉，这素汤最是温补。我特意跑了趟小厨房，姐姐趁热喝了吧。妹妹费心了，只是出家人讲究过午不食，我夜里并不想进食，不如妹妹替我喝了。这怎么行？姐姐可是觉得我在这汤里动了手脚。怎么会呢？妹妹一向纯良，不过我这几日睡眠浅，妹妹夜里睡觉动静大，我怕惊扰了清修，打算去隔壁空禅房暂住。
妹妹没意见吧？那自然是听姐姐的。我走了。人呢？去隔壁了。记住，动作快点，我要他明早跪在地上求我。母亲，不好了！大姐姐一宿未归，她昨夜说腹痛出去，就再也没回来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玲玲失踪了？你在这儿嚎丧呢？玲玲许是早起去供灯了，你张口就说失踪，存的什么心？哎呦，这女子深夜失踪，万一走错了男客的房，就在那边。我刚才看到那间房门口有姐姐的帕子。就是这间，母亲快救姐姐！母亲，芝芝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……哎，妹妹，你还好意思问？昨夜你那打鼾声实在是太重了，吵得我根本睡不着。我实在没法子，便挪过来了。妹妹这一大早带这么多人来围着我，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睡觉会打鼾吗？这说的是……你骗我！天哪，还真有个男人！姐姐，你刚才还说没见过外男，那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瞧那样子，分明是女子的贴身之物。拿过来吧你！大家看清楚，那上面定是刺着灵字“江婉玲”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妹妹，我母亲绣工绝佳，教我的字也是正统。你确定那是我的？江婉如，你眼瞎吧？这上面明明写着一个“如”字，还绣着“岁岁安宁”。睁开你的眼看看，这肚道的大小颜色，分明是你自己的。这出是你自己？不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他塞给我的，是他害我。你这话说的有趣，一个男人从你的房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你的肚兜，你却说是你嫡姐害你，难道是你嫡姐把这男人塞进你被窝的？你是谁？竟敢辱我王府名声！世子饶命，王妃饶命！小的不是奸夫，她是我妹妹，我是她亲哥哥呀！张胜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我是柳姨娘入侯府前生的儿子，如儿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妹妹。不信，你们去查姨娘的旧账。江婉如想回我清白，不如先请大家看一场认亲的大戏吧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回府，请父亲大人亲自审一审这位兄长的来历。哟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柳姨娘当年进侯府时，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卖艺不卖身的亲鬼儿吗？这怎么连这么大的儿子都有了？哼，什么亲戚？看来当年那出酒后乱行，也是人家精心设计的局。可怜江侯爷英雄一世，竟替旁人养了这么久的野种。婉如，你闭嘴！你这个疯子！你为了脱罪，竟然如此攀咬我母亲！我攀咬？江婉如，这些年你穿金戴银，我却只能像个耗子一样躲在私宅里。那些银子哪儿来的？不都是咱妈从侯府偷出来给我的吗？既然是家丑，那便带回侯府处理。世子说的对，不过既然张公子承认了身份，那这件绣着妹妹名字的肚兜又该如何解释？江婉宁，你
你这个毒妇，是你把毒豆偷给他的，是你偷。玲玲这一宿走都跟我在一起，她上哪儿偷你的肚兜？我看啊，是你们兄妹俩在佛门净地不安分，结果反倒摇起嫡姐来了。母亲，今日之事定会传遍京城。为了父亲的官升，咱们还是尽早回府，请父亲定夺。回府，封锁护国寺消息，谁有敢乱传半个字，便是与我太傅府为敌。老爷，圣儿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毕竟也是我的骨肉啊，求您放她一条生路。父亲，事已至此，您又何必动气？骨肉！你入府时口口声声说自己冰清玉洁，却背着本侯养了这么大一个野种，甚至还让他觊觎本侯的爵位。爹爹息怒，这张公子平日里在外面可神似的很，喝了酒便说自己是未来的侯爷。姨娘这些年从侯府抠出来的银钱，大半都供养了这位准侯爷吧。本侯英明一世，竟成了你这等安杂之辈的垫脚石！把这女人拖到院子里，乱棍打死！是。老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老爷。生儿，我的生儿啊！姨娘，看着自己的亲骨一点点化为烂泥的感觉，好受吗？前世，你看着我外祖父被活活钉死在棺材中，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着他死。报应，真的是报应，我的是不饶过。小姐，这是柳姨娘与大长公主的通信，里面写着要在王爷寿宴上动手。好，他们倒打得好算盘。刘壮，把这些财物运回侯府，信件收好，这可是扳倒他们的铁证。王妃放心，属下定安排妥当，绝不让人发现。现在，咱们该聊聊活人的事儿。杀了我！你有种就杀了我！杀了你，那多没意思。大长公主许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不惜背负杀夫弑主的罪名，也要搞垮侯府？说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。我知道他让你害我母亲，我知道他让你换了我外祖父的药。哦，对了，你心心念念的女儿江婉如，现在已经被父亲赶出了侯府。她现在投奔了大长公主府。你猜大长公主会把她当义女疼爱，还是当成一条随时可以丢弃的狗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汝儿是县主，她是郡主的姐妹。县主，在大长公主眼里，你们这种玩意儿，从来连是工具都算不上的。所以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就帮你去问问。把这个院子围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连只苍蝇也不准飞出碧荷院。我要让某些人知道，侯府的账该算总账。我是柔家县主，我要见大长公主。大姐姐，江婉宁她杀了
哟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条丧家之犬啊！郡主，求您救救我，求大长公主为我做主。我母妃确实缺个使唤的丫鬟，既然你这么诚心，便进来吧。小姐，暗卫来报，大长公主府派了5名黑衣侍卫，正藏在府外老槐树下，看架势是想趁夜劫走柳姨娘。倒是心急，柳姨娘还有利用价值，他们自然舍不得丢。要不要先加固柴房守卫？不必，不必。通知王爷的暗卫，在府外巷道、后门拐角都布好伏兵，留一道缺口，让他们进来。小姐是想引蛇出洞？引蛇出洞。既然送上门来，总得让他们带点证据回去。你去取些柳姨娘与大长公主往来的信件残片，悄悄放在柴房角落，让他们顺手带走。是。快走！深夜擅闯侯府，劫持人犯，大长公主府的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。废话少说，拿下他！带下去严加审讯，问问他们，大长公主还想做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华儿，这孩子生得像我，以后定是咱们伯府的世子。等那个王氏宴了庆，我便接你们回府，让你做正房。伯爷，可荣国公府盯着呢，您可千万要小心。哈哈哈哈！国公府那个蠢货，早被我用国公府私印骗去采了丝矿。若是一朝事发，他自顾不暇，哪还管得了王氏的死活？夫人，看清了吗？他的情深是毒，是要毁了你全族的催命符。沈大人，你带兵强闯伯府是何道理？荣安伯，你私采金矿，且毒害嫡妻，证据确凿，跟本官走一趟吧。不用沈大人带走。伯爷，这是休书。休书？自古只有夫休妻，哪有妻休夫？你隐瞒外事，谋财害命，按东陵新律，我王月今日休夫。王姑娘，若今日你休了他，本官愿八抬大轿娶你进门。国公爷，伯府那几座金矿，王爷已经接手了。至于给夫人的补偿，我们要银子和王爷点名要的冰块。小姐，你说莫青那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天天跟在我身后，烦都烦死。人家那是喜欢你，若不喜欢，谁会天天围着你转？谁要他喜欢？谁要他喜欢？粗手粗脚的，除了打架啥也不会，跟个愣头青似的。嘴上说着不喜欢，上次你落水，是谁第一个跳下去救你的？阿海，你那剖腹产的法子真的万无一失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得备足烈酒消毒，还得找个胆大的文手。还有，你得找几个信得过的人，帮我打下手。我来，砍人我在行，缝伤口也差不了。
别胡闹，这事得谨慎。万一遇到紧急情况，咱们也好有个应对。对了，琳琳，那城郊庄子真藏了大长公主的东西啊？漠然已经去查了，是些来往的密信。大长公主跟齐王走得近，这些东西怕是能扳倒她半壁江山。先留着，等时机到了，一并算总账。齐王急于动手，怕是察觉到金矿的事了。主子，查得齐王与大长公主近期往来频繁，怕是要联手对付咱们。联手更好，省得我们一个个去找。王爷，不如设个局，引他们入局。他们既然要对我们动手，我们就将计就计。正有此意，你想怎么做，本王都陪你。诱饵已经抛出，王爷不怕齐王妃儿上当？有你在，他没有不上当的道理。主子，王妃，齐王的人已经开始调动了，明日便会去劫那金矿密函。很好，明日便是他们的死期。县主救命！内女要生了，可孩子胎位不正，稳婆说保不住了。情况危急，必须立刻施救。这里条件简陋，剖腹产风险太大。不行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在这儿。你们东陵的县主在里面杀人了。本郡主只是轻轻碰了那婆子一下，江婉宁竟然要剖开她的肚子，这分明是妖术！你闭嘴！宁宁是在救命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老娘先剖了你！郡主若是等不及，本王不介意送你一程。裴延川，前世你为我剔骨，今生我便为这天下救命。我能救活他，便定能让你长命百岁。下官参见王爷、县主。恭喜王爷，贺喜县主，何时添了贵子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刚添的。郡主，人救活了，咱们该谈谈你袖子里那封给齐王的密信了。你怎么会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证据？刘壮，拿下！裴安清，大长公主，第一局我赢了，这锦绣江山我会陪着她一寸寸拿回来。